别有风味的超人起源，窥探记忆的变态兄弟，地球与克星的存亡面前，超人终被策反黑化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：摩根艾奇克星名为泰尔罗，与超人卡埃尔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。克星灭亡时，摩根先一步到达地球，降落在了英国边境。面对人类的追杀，他只能不停逃亡，遭受过监禁、绝望、折磨。摩根发誓要让人类恐惧，让克星重新现世。这个计划里，克拉克是关键的一步。他以哥哥的身份邀请，回应的是攻击；他以克星同胞的身份邀请，克拉克却夺走了歼灭者；他以伙伴的身份邀请，结果超人毁了他计划的一切。在释放全部力量逆转了改造人之后，克拉克在孤独堡垒前失去了意识。他的记忆回到了小时候，得知自己身份的真相，他毅然决然选择背井离乡，孤身一人寻找真理。寒冷的北极，孤独到零点，水晶指引着他来到此地。他将水晶丢入冰面，在水晶没入冰面的一瞬间，孤独堡垒拔地而起。自此，克拉克在地球上拥有了第二个归宿。水晶里储存了父亲乔埃尔的意识。You are my son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克拉克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也跟着父亲学习了各种技能。作为埃尔家族最后的孩子，父母怀揣着梦想和希望，将他送至地球。太阳会赐予他近乎无限的力量、速度、视力、听力。克拉克能做到任何想做的事儿。乔埃尔的教育很简单，他希望儿子能融入这个世界，守护这个世界。多年后，克拉克回到了斯莫维尔，与母亲玛莎重聚。他已经找到了真理，该回报这颗星球了。在踏上守护旅途前，克拉克想去见一眼拉娜，可曾经那么一别是数年，拉娜早已跟怀揣梦想的凯尔走到了一起。克拉克选择默默祝福，不再打扰。玛莎知道他想去做什么，这些年来他总会梦到儿子在空中翱翔，所以准备了一套衣服，让儿子用来拯救世界。乔瑟夫·肯特逝世后，这是克拉克第二次背井离乡，他只身一人前往了大都会，成为了大城市里的小透明。远远听到了刹车失灵，克拉克绕过电话亭，换装上天。这是他第一次暴露在大众视野里。没有人知道这个裤衩外穿的男人到底是谁。又是经典换装，克拉克见到一群路人冲向刚刚的现场，像鸟又似飞机的神秘人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星球日报。克拉克淡淡一笑，星球日报是个好去处，可他缺乏工作经验。主编佩里并不想招收一名实习生，这可是大都会，节奏飞快的城市。克拉克表示，我不要医保和加班费。还有这好事儿，就你了，现在就入职。克拉克匆匆忙忙被介绍给了同事。路易斯，今天你负责带这个新人。眼前这个女人简直难忘啊！克拉克笨拙地回复着路易斯的问题，用极快的语速掩盖内心的紧张。自从神秘人出现后，整个星球日报都在忙前忙后，大家都想争一个头条发。虽然路易斯也很感兴趣，可他更在意的是社会问题。神秘人虽然是英雄，可霸占媒体地位的时间太久了。我跟进报道了几个月的纵火案，迟迟没有结果。克拉克意识到，光凭飞来飞去守护不了这个世界，他打算和路易斯查个究竟。于是两人夜以继日，日以继夜，游走在各大案发现场。同事庆祝神秘人高清无码照片时，他们还在忙碌。终于锁定了5位嫌疑犯。克拉克没有怨言的陪伴，让路易斯动了心。可这个钢铁直男完全不懂人家的暗示。I should get going. What's the hurry? You know, some Seinfeld reruns. Heat up some frozen chicken nuggets. If you want, I can probably talk to Perry about you getting a beat of your own. I'd rather be here. For the story or the company? 在春宵一夜面前选择回家追剧。次日一早，克拉克发现路易斯不在工位上，从同事嘴里得知他是去见线人亨利·米勒了。紧接着，克拉克就听到了争吵声，来不及解释，快旷工！克拉克赶在路易斯火化前到达现场，一发冷冻呼吸，纵火犯当场投降。哪知男人没有悔改，2枚手雷丢向了人群。克拉克追到角落一个虚幻的人影，没多想，他走向了路易斯。面对记者，克拉克想不出个合适的绰号，便把这个任务推给了路易斯。Who was that? Superman.
超人特别照顾了路易斯，选择把第一次采访给他。超人自从在1年前现身，引得全世界轰动。作为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克星人，超人没有表明自己降落在了何处。Well, don't assume that just because I'm speaking English. Mais des fonds d'oeil en ligne. 各位讲粤语的小伙伴，看看这波塑不塑料啊！他希望自己能给世界带来真理和正义，绝不会属于某个国家。采访到这儿，路易斯叫了停。这个超人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憨，谈话从不中圈套，但局外人一下就看出超人对他有意思。路易斯对超人不感兴趣，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就是报社里的小透明克拉克啊。超人扭头，你搁这呢？反正他也全都听见了，重整情绪，继续采访。He's a lucky man. 不久后，克拉克和路易斯相爱，专程到斯莫维尔见家长。玛莎让路易斯感到无比亲切，婆媳之间没有障碍。而这次克拉克是打算告诉路易斯真相的。得到了妈妈的支持，他摘下了眼镜。他们经历了热恋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这一切对克拉克来说如梦如幻。I can't believe I married Lois Lane. I kept my secret from everyone for so long. And now I know why. It's for you. So we could have this life together. 他回到孤独堡垒，把这些经过告诉了父亲。但乔埃尔表情一变，大吼着让克拉克快跑。一瞬间，他回到了家。路易斯正激动地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父亲的话还影响着克拉克，可将为人父的快乐还是让他放松了警惕。又是一阵炫目，两人来到了妇产科，检查显示路易斯怀的是双胞胎，毕竟怀的是超人的孩子。路易斯突然变得很紧张。此时，虚幻的人影再次出现，看着路易斯跟空气说话，他知道自己陷入了幻觉。推开门，迎面看到了摩根，他可不想让弟弟错过最重要的时刻。产房里，路易斯已经坚持了27个小时，终于生下了乔纳森和乔丹。克拉克恳求摩根别伤害婴儿，随即从记忆中醒了过来。在他昏迷之后，摩根就借助克星技术入侵了克拉克的记忆。从弟弟选择释放全部力量那一刻开始，摩根就计算好了一切。如今他知道了超人的弱点，乔埃尔的意识还在维护着克拉克。摩根见状，直接毁掉了水晶。I love you, son. 两人都愤怒到了极点，战斗几乎摧毁了孤独堡垒。最终，克拉克因为太过虚弱战败。直到现在，摩根还希望弟弟能和自己联手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人。斯莫维尔这边，改造人陆续恢复了健康。凯尔后悔当初没有听路易斯的话，为了小镇的发展，盲目相信了别人。他为自己的过失而道歉。同时，乔纳森也给弟弟留出了空间，让乔丹和萨拉彻底从朋友变成恋人。两家人告别，乔丹激动地把早恋的事说了出来。路易斯正想科普点两性教育，一个声音撕裂了天空。Which is why Uncle Morgan decided to come pay a visit. 摩根叔叔过来探探亲呢。听闻父亲在孤独堡垒受了伤，乔丹压抑了许久的怒火爆发了出来。然并卵，他没有资格成为叔叔的对手，就因为你们三个，让我弟弟选择背叛族人。今天你们得互相看着对方死去。就在这时，克拉克赶了过来，他已经没有体力战斗，只能向哥哥臣服，以此保全家人安危。We needed more time. He was right. 说完这句话，克拉克被带到了沙漠。这是摩根选择的孤独堡垒。沙海之上沐浴阳光，他喜欢这种感觉。当年摩根父亲的意识也随着逃生舱降落地球，只是他的教育像是训狗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摩根变得不择手段。现在歼灭者和超人都已落入他手，克星重现指日可待。与此同时，路易斯拨出了一通电话，他告诉对方超人已被策反，约翰，这里需要你的帮助。在这儿纠正一下上一期的一个错误，摩根艾奇的克星名为泰尔罗，他爹才是泽塔罗。哦死！本集的起源部分也是满满的致敬啊。飞机鸟超人这个老梗再现，电话亭换装也是绝对的经典。克拉克面试不用公司上医保，他完全用不着，根本就不生病。后面对付的纵火犯，他也被称作原子人，并非是原子侠，是超人的早期对手，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党。星球日报也出现了很多经典角色，刀子嘴豆腐心的主编佩里，活在台词里的吉米。Jimmy even got a photo. This is my Pulitzer Lane. I can feel it. 他的照片还获得了普利策奖，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吧。在斯莫维尔的这段回忆里，模模糊糊能看到正在上映的《哈利波特：消失的密室》于2002年10月15日上线北美。根据广告牌上写的“周五狂欢夜”，我们可以算出克拉克女朋友跟人跑的日期。We needed more time. He was right. 克拉克被带走前说的那番话，这个他明显在指约翰·亨利·艾恩斯。
委婉告诉路易斯联系钢人。工具人小黑要出马了。这集看完，基本可以确定一件事：超人与路易斯里，凡是当哥哥的人绝对挨一点。摩根被拒绝那么多次都不放弃，依然想和克拉克成为家人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摩根的眼神甚至有些动摇。但按照这个套路，他洗白不了啊，最后肯定落个驾崩。只剩4集就迎来了第1季大结局了。11集播出后将停更至7月28号。届时的第12集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。我只放首歌，老粉自己猜。